花姑娘把花姑娘给我抓起来！小心！他妈大男子！哎呦，同志，他落这个了，快抓起来！那边。没事吧？怎么办？春梅会不会死啊？哎，我看看。队长，这枪法真不赖，我看呐，不比那神龙差。三儿，哎，丁水妹呢？往那儿走了吧？快追！哎，队长，刚才我看见有个小鬼子把那歪把子掉到水里了，我把他捞上来。好。哎，三儿，哎，捞上来之后直接送电气桩，我先去追水妹。嗯。来吧，今天我就把你捞回去。宝贝儿，这回发财了！没事的，就是擦破2点皮儿，流了点血。流这么多血，吓死我了！你要是不放心，咱们就找个地方，找个大夫瞧瞧。好，小姐没事的，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不用赶路，我们又不着急去哪儿。没事。太君，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报告太君，我们正在那个殿上巡逻呢，突然出现3个姑娘，我们就上去按里盘查，结果呢，从那个芦苇荡里边突然冲出好多小丑，冲我们开枪，我们也组织了强有力的还击，把他们全都打退了，但是小天君还有2个兄弟玉碎了。你说的3个姑娘是什么人？是他们放出来的诱饵，这人我们进毛圈的，是诱饵，是诱饵。你不要对我撒谎。这些通信站是我亲自开的，你为什么死于人在床上？八哥，不是太君，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啊！敢对杜宾太君撒谎啊！杜宾太君，不是我说错了，这3个姑娘都拿着这个特别通行证的，但实际上小田太君他不是喝多了吗？他非要找花姑娘。让我们赶紧上去追，我们就追，刚追到那个芦苇荡边上，就有人开枪了，一枪就把小田太君给放倒了。我们也马上还击了，但是我们也折了2个兄弟。我一看怕损失太大，我让大伙儿赶紧往回撤，兄弟们就撤回来了。敌人有几个人？不知道，没看见。废物，连他妈人都没见着啊！他躲在这个芦苇荡里边，那枪法那个准劲的，飘的一枪一个，飘的一枪2个，飘的一枪。我这个。
渡辺隊長、伊藤隊長を殺したのはまさか神龙？是神龙，是神龙，是神龙！那三个女台叫呢？神龙来了，神龙来！傷口から見て一発で急所を仕留めてる。神龍に間違いない。渡辺隊長、私に神龍を捕まえる隊に合反させ、伊藤隊長のあだを取らせてください。沢木、自分も貴様と一緒に行く。太君，您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我很想会会这个神龙。洛小姐，你们果然在这儿。老魏先生，叫我老魏就行，别叫老魏先生，多别扭。你是教书的，当然是先生。啊，教书的？对，教书的。你是来找我的？啊，不是，我是来找你那个同伴丁水妹。水妹，你认识水妹？认识，我们不是很熟。哎，她去哪儿了？她去给我们找大夫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哦。听小诺说你是教国文和体育的，这么说你就是文武双全了。嗨，什么文武双全，混口饭吃。你找水妹什么事儿啊？我是受人之托，得把她带回去。难道他也是逃出来的？也是。还有谁是逃出来的？难道？我们不是。洛小姐，如果你们是逃出来的，那这一路可不安全。老魏，其实小姐是逃婚的。你别说了。逃婚？你别听这丫头瞎说，还没到谈婚论嫁呢，只是我舅舅没事瞎张罗。哦。嗨，这都是你们家务事儿，我也不好说什么。哎呀，这丁水妹什么时候回来？应该快了，你再等等。他呀，应该没什么事儿，就是流了好多血。哎，就在这儿。请问是你们要找郎中吗？啊，对，没错。哎，大夫，领您来的那个姑娘在哪儿啊？哦，她跟我说她有事儿，先走一步。往哪儿走了？那不朝店那边走了吗？坏了！哎，你们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呀？我先把她抓回来，再回来找你们。丁水妹，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回来！我找到神龙就回去，那两个姑娘交给你了，你把她们安全送回家。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回来！有本事你就追来啊！你等我回来处分你！水妹呢？让她跑了。啊？你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啊？谁的老婆？你老婆丁水妹啊，她不是逃婚的吗？这都哪跟哪儿啊？她要是我老婆，该逃婚的是我。你们别瞎猜了啊！我没老婆。哎，对了，你们要去哪儿？西安城。西安城？这一路都是鬼子的据点，很危险。
要不我送你们去吧。好啊。哎，这位先生，您有何贵干？嗨，小罗啊，不认识我了？哦，原来是舅老爷的大师爷，失敬失敬。哎，陆少爷在吗？哦，在，您请进。好好。大师爷，你怎么来了？舅舅家里边有事啊？我是随大少爷来的。浩哲啊，他终于肯出山了。人在哪儿呢？信义堂的人认识他的太多，所以他在外面找了个僻静地方住。这小子还是这么小心啊！哎，对了，大少爷让我看一看，大小姐回来没有？没有啊。怎么的？他回新安城了？哎呀，糟糕！他一大早就离家出走了呀。按照时间点算，他也应该到了呀。离家出走？什么意思？好了，你先别问了，你赶快召集人出去找找，咱们边走边说。好吧，来人呐！怎么办？这个日本好像是渡边。没关系，别慌。撃つな。前面是罗欣小姐吗？是我。太好了，我一直在教你呢。不好意思，我来迟了，让你受惊了吧？渡边先生，你太客气了。罗欣小姐，上船吧，我亲自送你回家吧。不用了，我们自己能回家。白洋的关卡重重，而且罗欣小姐，你的特别通行证已经没有了，你怎么回去呢？你怎么知道我通行证没有了？我的手下冒犯了你，撕了你的通行证，我代他说一声对不起。你想怎么样？那位太君不是我们杀的。敢冒犯罗欣小姐的人，应该都死。要他没有死的话，我亲自干掉他吧。罗欣小姐，请上船吧。走，川美。小心啊！糟糕，我们大小姐被日本人给抓了！快，朝天路，赶紧报告给大哥。好。罗欣小姐，他们是谁？她是我的丫鬟春梅，她是我的朋友老魏。你好，渡边先生。魏先生，你好。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手？渡边先生还会看手相？可以。我能从一个人的手上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那渡边先生看出什么来了？你是一个从内心到身体很强悍的人，有领袖的气质，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确切的是，你是一个经常拿奖的人，真是掌握人的上司。
渡边先生真是好眼力啊！他的确枪不离手，而且手下还有很多人。枪不离手，手下有好多人。他是信义堂的镖头。对，兄弟啊，是在刀剑上舔血，混口饭吃。不知道魏先生，你的枪法如何？啊，马马虎虎。我的枪啊，吓人的时候比打人的时候多。魏先生，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枪？他只有保镖的时候才带枪呢。我不是问你的，是问魏先生。啊，确实，我只有保镖的时候才带枪。今天啊是出来接小姐，所以没带着。太君，他胡说呢！刚才他妈明明是3个女的。3个女的？3个女的。魏先生，你到底是个什么人？我刚说过了，渡边先生，我是信义堂的镖师啊。渡边先生，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我们本来是3个姑娘，但是有一个被你们打成了重伤，只好在前面上了岸，把她留了下来。刚好老魏在这里办事，所以我让他送我们回去。对。魏先生，你在哪里碰到陆小姐？哦，马前寨。不信啊，您可以派人去问问。刚才我们还在渡口的茶水铺喝茶来着。大当家的，不好了，大小姐被人给抓走了。你说什么？你是亲眼看见的吗？没错，刚刚我们在店上找人，发现日本人的3个小伙计，小姐和春梅都在船上，我们看得真真的。小鬼子竟敢在我头上动土！去，把城里边的兄弟们都集合起来，带上家伙事。佐々木，見てみろ。准备。在这，怎么回事？俺那些都是信义堂的会众，领头的就是堂主骆明义。信义党啊，他们的势力真的不少啊。在白洋淀的水上，信义堂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船运，恐怕连皇军都没放在眼里。渡边先生，是我哥来接我的。好，我看着不像来接人的，倒像是来抢人的。您真会开玩笑，谢谢你送我回来。那我先告辞了。好吧，今天让你收心了，我改天去相互拜访。好。小妹，哥，回家。杀了！信义党啊，有一点意思。老魏啊，我听妹妹说，你是个教书的。惭愧惭愧，兄弟误人子弟。我看你不像个教书的。上人说过，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咱们中国的读书人啊，就是太弱不禁风了。当兵的没文化，有文化的呢没有尚武精神。你说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受人欺负呢？说得好啊，老魏，以你的见识和才能，在小村子里边教书实在是太屈才了。大哥问你一句，有没有兴趣来信义堂？咱们兄弟们大干一番事业。
是啊，老魏，你愿意吗？反正你已经冒充过一次信义堂的人了。感谢洛兄厚爱啊，只是现在时机不对，我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希望有朝一日，一定为洛兄效力。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不过老魏，你给我记住，不论你什么时候来，我信义堂都给你留一个位置。感谢洛兄厚爱。大当家的，我真是有口福啊！一回来就赶上喝酒啊！老二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你又跑这儿来拆枪了？马副堂主，咱们又见面了。老二，拆枪什么意思？这位兄弟好身手啊！上回在电辛庄，他空手夺了我们的枪，而且3下5除2就给拆成零件了。当时鲁莽，多有得罪。老魏，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就是个教书的。教书的？不可能吧？那马副堂主觉得我是干什么的？我觉得你应该是江湖上的哪路好汉呢。马堂主真会开玩笑啊！老魏兄弟，我们都是在江湖上混的，有话就说在面上，直说吧，这次来是什么目的？我的一个朋友啊，送洛小姐回西安城，他半路就走了，我就替他送洛小姐回来，就是这么回事儿。哥，你怎么回事啊？人家好心送我回来，你这问东问西的，好像审犯人一样，一点也不给我面子。好，不管怎么说，做到这儿的就是兄弟。来，以后多亲多近吧。是啊，是啊。哎，那个老魏，你看我来晚了哈，我先自罚3杯。不是你们这杯子太小了，等着我啊，我去拿大碗来啊，等着，快点啊！渡部隊長、私に審議等の資料を集めさせたものは全てここにあります。おう。隊長、これがどんな役に立つと見ているんですか？マンホイはバオデンディ中において大きな勢力を持ってる。それを利用しないわけにいかないな。力があったとしても自警団には至りません。バンホイって言っても普通のバンホイじゃないんだ。船番だ。彼らは我々皇軍よりもバイアンデンの水路の事情を熟知してる。覚えてるか？前回我々が軍事物資を輸送するときにマイオーダーを買収しただろう。隊長は優秀でいらっしゃる。しかし私たちと審議党の間には川を隔てており無事ですよ。今日も後で我々に逆らってきたのも奴らだ。見たところなかなかの勢力だな。我々も奴らを見くびってたようだ。だがシアンちゃんで我々皇軍と心を一つにしない者は存在することが許されない。隊長の意味は？もう少し調べ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な。戻っていい？はい。师妹，饿了吧？来，快吃点东西。慢点吃，跟饿死鬼似的。三儿，我给你打听个人。什么人？有个人叫骆大明，你认识吗？骆大明？不太熟，什么来路？
据说这个人啊，飞檐走壁，枪法极好，独来独往，而且水上功夫极好。是吗？江湖上还有这么一号人，我应该不认识啊。他妹妹啊，是骆小新。他们原是大户人家，可这个骆大明不喜欢待在家里，后来就成了独行侠。骆小新，大户人家，是西安城的吗？应该是吧。这次呀，我就是和他一起来的。我们走了一路，结果半道上走散了，我就一直死等呀。可谁知道后来我看见他跟着一群人走进了信义堂。信义堂？骆大明，骆小新。哎呀，水妹，你被人耍了。这骆大明啊，就应该是信义堂的大当家的骆明义，骆小新就是他妹妹骆欣。什么？这个丫头片子！来，小心点。轻点啊。你去泡壶茶，免得他起来口渴。你去拿上被子，天气冷啊。大师爷，这个老魏到底是什么人啊？我刚刚回禀过大少爷，大少爷让我给你带一句话。这个老魏很不寻常啊！怎么个不寻常啊？你还记得大小姐有一个同学叫华小诺吗？记得，保定府老华家的千金嘛。这个老魏和华小诺是一起的，听说要在电信庄建一所学校，他们都是那里的老师。不过大少爷和他动过手，此人手底下相当硬啊。果然是不寻常。什么人呢？八路、国君，还是江湖人士啊？这个大少爷倒没有说，我也不敢妄加揣测呀。哼，我骆明义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阅人无数，还没有人能够逃得过我的法眼。这样，我明天就试试他。好。地下党，地下党！我要去救他们。哎，你疯了！别冲动。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听说啊，日本人从东北调过来一个特务队队长，此人非常阴险狡诈，刚来了1个多月，就已经把西安城的地下党组织破坏殆尽了。最近抓了很多人。如果我找到神龙，神龙一定能救他们。神龙？好，但愿你能找到。我啊就不陪你了，我还得回去买菜呢。哎，好，哎好。干什么呢？我要找洛心，让她出来见我。你找我们大小姐干嘛？我跟她的事儿跟你说不着。哎，那可不行。咱信义堂虽然不是什么大衙门，但是大小姐也不是说见就见的。怎么还跟我摆起谱来了？我跟她有重要的事情，赶紧让她出来见我。哎，你这人怎么说不清呢？你到底谁呀？你让她出来，她自然就会告诉你。你管我是谁啊？快起来！你给我让开！让开！洛心，洛心，你赶紧出来见我！洛心，你这个翻脸不认人的丫头片子，你赶紧出来见我！洛心，要住手！
真的是你吗？不是我是谁啊？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这进了大宅门就翻脸不认人啊！哎呀，好了好了，人家又不知道你是谁。走吧，跟我进去吧，走。春梅啊，他谁呀？他呀是大小姐的朋友。大小姐的朋友怎么有这么疯疯癫癫的？你说谁呢？谁疯疯癫癫啊？行了行了行了，人家开玩笑的。走，跟我进去吧，走。什么人呢？洛曦，师妹，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跑了呢。你还好意思问？你为什么骗我啊？我骗你什么了？不是你自己跑的吗？哎呀，我不是说这个，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真名？还有，你哥哥就是信义堂的堂主骆明义。嗨，这个呀，这也不算骗你。我的小名的确叫小新，我哥叫大明，而且我哥在加入信义堂之前，的确是独来独往的呀。是吗？再说我们刚刚认识，我又不知道你的底细，当然不能什么都告诉你了。行行行，算你有理。那你现在带我去见他吧。正好，我哥和老魏正在演武场比武呢，咱们一起去看热闹。老魏，他还没走啊？没有啊，他和我哥很投脾气，俩人玩得可开心了。哦，那我就不去了。你这么害怕老魏呢？谁说我害怕了？我才不会害怕他呢！我这是让着他，好女不跟男斗。那他为什么要抓你回去啊？唉，我上辈子欠他的，阴魂不散。老魏打架的姿势可真难，街上流氓斗殴一样。这打架不光是要好看，关键是要打得赢才行。那他也没赢啊。帮主的招数太繁琐，这样很耗体力。要是拖的时间长一点，老魏的优势啊就体现出来。你到底是哪边的？他是我们信义堂的三当家，为人耿直，从不说谎。好了，罗兄，咱俩半斤八两，我看就不用再比下去了。佩服佩服啊！要是再打下去的话，我可就要输给你了。哎，你太谦虚了。这样吧，老魏，要不咱们俩比比枪法如何？好啊，恭敬不如从命，请。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这几个非要进来，我拦不住。走。鄙人渡边浩，特意过府来探望罗欣小姐。幸会啊，渡边先生。昨天还劳您大驾送我舍妹回家，我这儿还没谢谢您呢。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罗欣小姐在吗？不知道，一会儿我派人找找看。好吧。刚才好像比武是吗？哎呦，让渡边先生见笑了。我们呐，那是闹着玩呢。佐々木，这位是我的副官佐佐木君，一直研习日本武学，不知道是否有幸向罗明义先生请教一二。好啊，我正想领教呢，请吧。
大哥，让我来会会这个日本人。好，小心点。你怎么来了？你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你赶快回电信庄。不行，我马上就要找到神。别胡闹！谁跟你胡闹？我是动真格的。待て！勝負あり。先ここまでにしとけ。农民先生，听说你的唱法很好，我来给你比比唱，如何？好啊，恭敬不如从命。渡边先生，该您了。农民先生，好脏啊！请他们摆4个苹果吧。4个。好，给渡边先生摆4个苹果。想干什么？杀人！渡边先生，您真是厉害啊，在下是甘拜下风。当然了。太君，您的枪法真是太神奇了，在全日本都应该是第1名了吧？啊！我来试试。渡边先生，我这位兄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你肯不肯赏脸？老魏，渡边先生，又见面了，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唱法吧。好，那是献丑了。兄弟，麻烦你给我摆6个苹果。好兄弟，太棒了！老魏，你到底是什么人？老魏是我们信义堂枪法最好的镖师。不像，我看你像个当兵的。哼，渡边先生真是好眼力啊！兄弟在进信义堂之前啊，确实吃过几年军粮。当过什么兵？不值一提，一个3流部队。那为什么不干呢？后来被共军打垮了，大伙儿就都散了。昨天在丁山桥下换阵的，是不是你？渡边先生真会开玩笑啊！当然不是。
渡边先生，昨天不是已经盘问过了吗？比枪比输了，也不至于吓唬人吧？没有的事，只是我们聊一聊。魏先生长发如仙，我自愧不如。侥幸侥幸。罗小姐，今天专程来向你真是掉针了，真的。渡边先生太客气了，昨天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何必多此一举呢？不一样，今天是真实的。请接受我的一份诚意。罗谢，这也是渡边先生的一番好意，收下吧。那就多谢了。罗小姐，这里是舞蹈农场的地方，不如咱们换个地方介绍一下花道，如何？小妹昨天刚刚回来，身体有些不适，还是改天吧。那好吧，改天再来吧。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太王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潇潇雨歇。